你在下棋的时候会不会弃车弃马，而且是追着别人弃子呢？今天为大家分享一局当头炮克敌制胜。我们快速形成棋局，红方弃横车，黑方冲卒，挺卒制马，平车占据内道线，摆上5、7炮。接下来红方进车齐合，就冲这个3路卒下手了。常规思维可能我们选择向3进1，先形成一个看守，但是棋局偏门走法，直接中路拦截。那么接下来就会演变2个走法，第一个是平车吃掉卒，第二个是炮8进3，意在抢夺中路。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走法，这个走法呢比较直接，但是红方已经犯了一个小小的忌讳，车从老家一路一子多动，势必影响其他子率出动。黑方选择上马，红方选择炮8进2，意在平炮形成中路一个控制。那么现在如果说平车抓炮的话，这里是顺水推舟，但是车9平8捉他这个炮的话，显得更加主动。炮闪开的话，进车压马，车马被封锁。红方选择跳拐角马看守住，那么接下来黑方采取先下手了，跳马踩车，车只好选择避让。这时候冲卒，卒吃着炮，而且是活通马路，一招两用。红方进兵吃掉卒，黑方上马踩掉炮，双方形成火力交换。但是这里换完之后呢，显然红方已经中了飞刀，中路中象，此时一招进炮打象，撕开局面。现在他的中象飞不开被中炮给牵制住，仅此选择乘势，再次中炮发出。先手一将军选择乘势，当然呢，如果说出帅的话，那这里将来摆上2路炮的话，可双炮下底，威胁1路车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再次启用后方力量，出车抓马。红方这个马退回去的话，会容易被打，而且这个炮瞄过来的话，将来车又可快速杀出去，前进无门，只好选择后退。走到这里，黑方再次使出惊天妙手，大家来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会不会想到这一招呢？弃车砍炮，红方当然是上马吃掉车，接下来黑方品炮打掉马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就没有这样一个后续的看守。黑方采取一车换2，同时打着马，是一个先手，有可能一车换3，但是你也换不到红方完全可以把马跳开。我们讲究有杀先看杀，弃子必有杀。双炮下底一将军，请上2楼，再次大军杀到，请上3楼。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夹车炮杀棋手段，退炮、重炮、绝杀。由此可见先前这里运子包括弃车、一车换双，采取精妙的手段，只为形成火力集结，侧翼杀棋。回到分界点，我们继续看红方第2种走法，选择炮8进3。因为平车吃卒的话是单刀直入，影响后续子率出动，有意平炮抢夺中路。黑方直接中路突破，红方冲兵吃掉卒，黑方选择上马，目的是要快速出车。红方平车吃掉卒，而且是先手捉着炮。那么接下来黑方采取一招3用，可谓是上马踩着车护住炮，同时炮还瞄准中兵，一箭3雕。红方退车防守，车离险地。好了，接下来又是本局最为精彩的运子技巧了。先前我们讲了出车抓炮稍微有些顺水推舟，比较好的就是车9平8捉他这个炮。红方选择上马，那么接下来黑方进车调转方向捉他8路炮。显然这条线上面如果说平炮中路的话，
中炮一交换，将来依然有摆上当头炮。那么在这里，红方只好采取退炮下二线，将来形成一个迂回策略，中路进行反击。红方出车，再次捉一手炮，平炮占领中路。接下来在这里黑方一招上马打车，采取一个快速决定胜局。打车的话，只好避让，仅此一个点。此时车走开，黑方顺势上马，准备跳马卧槽。现在我们纵观一下棋局，黑方双炮、双车以及前方的先锋马，已经形成非常优势的局面。红方快速出车，以免将来马和炮容易受攻。接下来黑方采取下手了，直接上马卧槽将军。首先说明，如果说平炮的话，这里将来即可中炮发出，将来这一块子力还容易被牵制。退车抓马更加主动，而且还有平炮打马，这个马是不是丢了？眼看要丢子，黑方将计就计，弃马再弃车。当然，黑方之所以这样走的话，是不让红方平炮打马，逼迫他平车吃马。好，吃完也就不足为奇，但是更加深入人心的就是直接插入敌营，再送一车。现在你不吃我的话，我要吃你的。如果说直接吃掉，中炮一响，锁定胜局。当然，那在这里如果说发现这个弊端的话，车眼看被吃，也只好选择弃车保帅，上马挡住中路。黑方平车吃掉，用一个马换一个车，肯定划算。此时红方不甘心，退炮打车，这个车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感觉退车吃马，或者说平车吃炮。当然退车吃马的话，这是一车换二。但是黑方偏偏就剑走偏锋，中路发出。现在如果说你中炮一打的话，先手一将军，我成个势，或者说摆上当头炮，车你是再也吃不到的。那只能先平炮打掉车。当你打完之后呢，黑方再次乘胜追击，进炮破防。现在这里马炮被牵制，回马踩掉炮，当然乘势吃效果也一样，黑方都是进炮打掉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盘点人马，分析棋局。红方车马，黑方是车马炮三子，而且是将来顺势上马的话，车马炮三子能够快速左杀，同时他的左翼也是比较空虚，显然黑方已经是一个优势必胜的局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两个精彩的飞刀变化，大家觉得精不精彩，厉不厉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交流探讨，非常感谢。